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项颠覆性的研究，针对大模型在敏感领域的应用，耶鲁大学与京都大学联合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安全框架。该研究直接借鉴了机器人控制理论，在轨迹级别为大模型构建安全护栏。这套框架的核心结论是，通过动态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对模型输出的硬性约束，从而保证交互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翻车。这为高风险社交场景下的 AI 应用划定了明确的安全边界。这种安全边界在当前正面临巨大挑战。基础模型加速融入高敏感场景，容错率问题尤为突出。全球调查数据显示，高达 66% 的受访者愿意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建议中使用 AI。然而，在心理支持、教育辅导或家庭照护中 ，AI 的失误往往是灾难性的。这不仅是单次的事实错误，更是情感与人际准则的整体崩塌。我们约束 AI 行为的能力已经落后于激增的实际需求。面对如此严苛的社交安全标准，现有的主流安全方法捉襟见肘。传统的训练期对齐技术，由于基于统计学优化，无法应对分布偏移和对抗性攻击。提示词工程也极度脆弱，微小的语境变化就会导致模型偏离设定角色。而事后过滤不仅响应滞后，还忽略了交互的历史累积。因此，理想的护栏需要提供强制性的运行时约束，重点关注交互轨迹的动态演进，防止不当行为随时间累积酿成失误。物理世界的机器人依靠闭环控制，在发生碰撞前能提前介入。数字世界也能采用类似逻辑，通过设置强制性语义护栏，实时监测并过滤掉危险路径分支。其核心是将基础模型视为一个受约束的动力系统。安全不再是模型自身的静态属性，而是多轮交互中随时间演进的动态轨迹边界。为了将动力系统落地，研究引入了系统状态方程，下一时刻的状态由当前交互状态、AI 的回复动作以及用户的不可预测性共同决定。在这里，安全级定义了符合行为规范的可接受区域，而核心的数学目标是确保系统具备前项不变性。只要初始交互处于安全级内，后续轨迹就永远不会越界，从而实现防患于未然的控制。针对这一目标，系统引入了运行时屏蔽机制。该框架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监控层，专门在模型动作执行前进行预判。一旦发现该动作会导致系统越界，屏蔽层将立即介入，通过拦截、修改或强制重新生成，确保每一次输出都符合规范。这让安全约束变成了实时执行的硬性物理层。它不再是仅靠训练带来的一种统计学概率。架构隔离是确保系统可靠运行的又一基石。传统的部署方式寄希望于全能模型，这在实践中极难做到。可靠自治原则主张将智能生成与安全验证彻底解耦。能力层允许高性能基础模型自由发挥，而安全层则负责实时把关。一旦检测到高风险或不确定性激增，控制权将立即移交给更保守的安全后备策略，将两个功能彻底剥离。正是大模型获得硬性安全保证的技术关键。基于解耦的思想，研究团队推出了实境观察者框架，它无需重新训练基础模型即可实现轨迹级的硬性控制。系统被显示分解为两个核心部分，基础策略作为无约束生成器，根据当前状态提出候选动作，而独立的观察者层通过特征提取、叠加评估以及容许动作集这三个步骤对动作进行筛选。一旦候选动作被判定为不安全，系统便会启动反馈与驳回机制，指导基础模型进行纠错。在观察者的第一步特征提取中，系统需要弥合概率与人类规则的鸿沟。由于大模型输出的是高维分布，而人类约束往往是抽象概念特征提取器，便将输出实时转化为量化的指标。这包括了语气和字数等瞬时特征，以及跨越多轮对话的轨迹特征。这些指标不需要完美还原复杂语义，它们的关键价值是为评估提供一致且量化的决策抓手。有了这些量化指标，观察者接着使用叠加规则来设定边界。These rules 独立于模型存在，就像滤镜一样，可以随时增删。框架共设计了3种规则类型。首先是许可型规则，它能在特定条件下鼓励特定行为，例如用户沮丧时自动加大同理心权重。其次是转移型规则，负责引导系统选择更温和的替代方案。最后是禁止型规则，用于划定硬性底线，比如直接剔除医疗诊断等高危动作。
框架引入了刚度参数艾普西龙来对规则进行灰度过滤。当系统检测到用户挫败指数高达 0.82 时，将激活阈值为 0.50 的同理心规则。此时大模型回复的同理心得分测得只有 0.21， 两者便产生了 0.29 的偏差值。由于偏差值大于严格设定的刚度参数 0.01， 系统判定该候选动作越界，并随即执行动作驳回。在判定偏差之后，系统会对候选动作进行漏斗式筛选，观察者以此构建出一个容许动作集。如果动作在集合内，系统将直接准许并输出执行。一旦动作越界，系统会在执行前进行拦截，并生成带有约束感知的反馈信息。利用这些反馈，系统将强制模型重新生成回复，直到完全满足规则。而在规则冲突或置信度极低时，则会主动触发安全后备策略。研究团队对日常闲聊场景进行了测试，这揭示了大模型的一个通病，也就是所谓的功能性偏移。由于模型的优化目标是提供信息，在多轮对话的时间轴中，即便有严格的系统提示词约束，大模型也会不由自主地转变为说教者，甚至将闲聊变成强制性的规程，从而破坏了关系型互动。可以说，闲聊的崩塌并不是单句输出的错误，而是多轮交互轨迹层面的失控。针对这一功能性偏移，观察者框架采用排除法来划定边界。系统不需要去定义如何闲聊，而是通过设定低刚度的叠加规则，监控回复长度、语气以及信息密度。当大模型试图给出多余建议时，观察者会轻微介入并进行引导。通过右侧对比的雷达图可以看到，无约束的基础模型会产生红色越界漂移，而观察者则成功将交互轨迹维持在蓝色实线的安全范围内。这些交织的软约束有效防止了模型滑向任务型助手。研究团队将测试场景推进到了高风险的家庭自闭症干预。由于使用者极度脆弱，任何不当反馈都可能诱发焦虑，破坏既定的治疗目标。此外，家庭中充满了电视干扰或家人走动，这些复杂的环境噪音要求安全护栏必须突破纯文本领域。机器人还要在朋友与教师之间平衡复杂的双重角色要求，因此护栏不仅要控制怎么说，更需要决定何时说。安全护栏为此接入了物理感知能力，通过输入的视觉流和音频流，系统会实时评估环境容许度。一旦检测到房间内有多人或者存在嘈杂的背景对话，环境级屏蔽机制就会触发停止信号，直接拒绝发起当前的训练交互。同时，观察者执行严格的角色一致性约束，防止机器人假装拥有人类情感或提供任何非专业的心理咨询。在极其复杂的真实世界中，最关键的安全动作往往就是选择不作为。除了复杂的环境物理噪音之外，极端的情绪波动是另一大控制难题。在学校的情绪降级场景中，当儿童面临极端崩溃时，机器人会被引入协助进行干预。情绪状态曲线图表明，儿童在不同时间下的应激水平会经历平静、危机和降级恢复3个阶段。由于安全边界是非平稳的，安全护栏必须具备阶段感知能力，从而让安全极能随着情绪的变化进行动态的剧烈收缩或扩张。针对如此复杂的动态状态变化，系统采用了分层监督架构。全局观察者负责监控整体轨迹并决定模式，下级则细分为闲聊、深呼吸和绘画等活动。观察者在这套系统里安全展现出了反直觉的刻意违规逻辑。为了打断孩子情绪崩溃的死循环，机器人被允许强制转移话题，强行打断说话，甚至保持长时间的沉默。这些行为证明顺从并不等于安全。在紧急状态下，刻意违反礼仪并执行局部的语速约束才是实现安全的路径。在测试场景之外，研究团队对框架进行了深度拓展，未来方向是走向可达性分析及预测性前瞻机制。传统的护栏仅能评估下一步是否安全，而前瞻机制能模拟未来多轮对话轨迹，并对其演进方向进行推演。例如，一句看似温和的当前回复，若推演预测3轮交互后，会导致用户进入崩溃的危险状态，系统在当前时刻就会提前将其驳回，这样可以彻底避开潜在的危险分支。除了前瞻预测之外，边界的刚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研究团队借鉴控制论中的障碍函数，设计了自适应安全阈度机制。系统会持续计算当前的安全阈度，
当交互氛围良好时，护栏会放宽约束，以提供高自由度。一旦检测到用户逐渐失去耐心，安全裕度便会骤减。观察者随即自动收紧规则刚度，强制模型切换到温和保守的策略。正如智能汽车在靠近障碍物时，自动刹车敏感度会动态提升一样。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交规范，单一观察者难免力有不逮，因此框架推出了多观察者集成架构，语气、伦理和语境等多个观察者将同时对候选动作进行独立评估，评估信号最终汇聚到仲裁模块。这一架构的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种表达不确定性的机制，一旦各个观察者意见不一，或者动作处于安全边界的灰色地带，系统便不会强行生成回复，而是主动触发保守的回退策略，例如请求人类接管，或者诚实的表达我不确定。这项研究为大模型安全指出了一条从概率统计走向可执行硬性边界的新路。对比图中，左侧的传统对齐方式呈现为概率模糊的云团，而右侧引入控制论的实境观察者则提供了刚性且可强制执行的几何框架。面对高风险社交敏感领域，仅依靠训练更听话的模型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把安全从模型本身的静态属性转化为系统运行时强制执行的动态边界。在未来的应用中，如何在语义空间中构建硬性运行时护栏，将成为 AI 落地最值得关注的技术方向。